注意看，死神方便时隔6年没有打比赛，王者归来的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搏击启程。这么长时间没有打比赛的方便，为何又再次选择复出擂台？那是因为他遭到了蔡李佛拳第6代传承者的点名挑战。他叫于建宏练习传统武术长达15年，为了能让死神方便复出擂台接受他的挑战，不惜在赛前羞辱方便年龄大了不敢应战。然而方便并不是小肚鸡肠，根本不会因为此事而感到生气或者是气愤。真要是外国选手挑战方便，或许方便理都不会理。既然是传统武术的传承者所发起的挑战，方便并没有理由拒绝。就算输了比赛，也能让传统武术继续传承下去。对于于建宏来说，这场比赛非常的重要。真要是打赢了，他最起码可以少走10年弯路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离开擂台6年的死神方便依然保持58连胜，15岁的年龄差距更是让所有拳迷粉丝为方便捏了一把汗。方便是奔着宣传中国传统武术而接受的挑战，并不会对眼前这个小兄弟大打出手。毕竟于建宏还很年轻，才22岁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传统武术之间的较量。红色短裤是中国勇士死神方便，黑色短裤是蔡李佛拳唯一继承者于建宏。方便足足比于建宏大了15岁，然而于建宏也在擂台上连续征战了10几年。在15年前，或许于建宏才刚刚接触传统武术，那个时候的方便已经成为了万人敬仰的大神。如此一对比，于建宏点名挑战死神方便，确实有点不自量力。目前是保持全胜的战绩，然后是第一个进入到世界排名前10的中国选手，之前也是散打出身，然后不过相当多的比赛，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复出的状态啊。像刚才主持人也是介绍了，在中国大陆的第1场复出赛，年龄也是相当于是到了退役的年龄，但是还是在擂台上坚持。对，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场明星之战啊！是。那反观这个于建宏呢，是目前22岁，战绩29战22胜，然后5负1平6次 KO。我们可以看到方便老师他的身材完全没有因为这些年啊，就是年龄的增长而改变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方便之所以接受于建宏的挑战，其实并不是为了复出擂台捞金，而是为了让传统武术有一个更好的发挥空间。无论结果是输还是赢，死神方便都达到了宣传传统武术的目的。蔡李佛拳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传统武术，其最致命的招式便是他那爆冷十足的转身边拳，被命中者轻则抬走，抢救重则当场断气身亡。近身搂抱了一下。方便的打法呢，就是这种快进快出啊，很典型的，而且他的这个出腿很重，而且其实身体硬度很高。看一下他的对手于建宏啊，他的战绩也是不错的，29战22胜5负1平6次 KO。是。刚才这个基辅好像把对方的腹部打红了，这个后手重拳很重啊。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转身后蹬，对方还了一个高扫，方便比对方也是要高出4公分。对场比赛，哇，这后手重拳打中了，有点晕，但是没有选择进。方便在距离上的把控非常严格，根本不给于建宏实施转身边拳的机会。可知道方便足足比于建宏大了15岁，在方便最初打拳时期，恐怕于建宏才刚刚接触搏击这项运动。从谋略上和比赛经验上来对比，方便完全可以甩于建宏好几条街，甚至于建宏与方便都不在同一战线上面，只需方便略微出手，便可让于建宏意识到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。这个这个下劈腿，这也是一个散打的动作。回合开始，又来侧踹，力量很大呀。这对方的这个腹部被这个重拳以及侧踹打到的话，还是有点难受的。我曾经在我们以前那个节目上是看到方便表演过用腿踢木棍的。因为他的腿本来就很重，而且速度很快嘛。你看这个低边腿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在外界人眼中，死神方便已经老了，打不动了。就算这一次赢了于建宏，那么下一次方便一定会输得很惨。37岁的方便能再次复出擂台，在擂台上打比赛，已经完全超乎了所有拳迷粉丝的想象。无论是输还是赢，方便在拳迷粉丝心目中的地位永远不会变，甚至还会因此而增强。面对眼前这位年仅22岁的于建宏，方便打得非常冷静，一点都不冲动。年龄就感觉自己身体机能方面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，但是呢，一旦自己能够回到擂台上，肯定是相当开心的。是的，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，熟悉的味道啊。不要。而且运动员就是在赛场上也始终保持一个兴奋的状态。对，非常开心的。
方面的话就老将风采，就完全丝毫不慌，任何的状况、任何的场上情况，他都不会说去表现。站在于建宏的角度上来说，能和将近6年没有打过比赛的方便打一次，无论是输还是赢，于建宏都赢麻了。这次战斗让全国拳迷粉丝认识到了于建宏。方便为了让蔡李佛拳得到宣传，他自身都没有使出全力，或许是因为对传统武术的深爱喜欢，打心底就没想着要全方位压制于建宏。后手拳啊，对方撤离的很快，不要在方便的攻击范围之内，也箍紧了。其实这个到84公斤级算这个级别比较大了，在中国这个大级别里面，这个方便老师相当的出色的。还有包括他之前的这些荣耀啊、一些战绩啊，就打职业比赛以来都是一个全胜的状态，这是相当难得。又来了一个披挂，我真的是觉得方便老师打比赛第3回合开始了，或许是因为方便年龄大了，体能不充沛，导致从头到尾都在进行规避式进攻，根本不敢与于建宏展开太过激烈的对抗。再或者是因为方便是在给于建宏大放水，因为当时的方便人气还算高涨，现场的观战人数高达上千人。网络上直播的观看人数高达上万人，如此一来，此时此刻是宣传传统武术的最佳时机。起到一个迷惑了对方的作用。哎呀，可以。对方开始大摆抡了，大高扫腿也是没有扫到。建宏也是蛮拼的呀。毕竟这难得的比赛，对，难得的机会。如果现在能够赢下比赛，那真的是太赚了，对于他来说。是的。方面还是经验非常老道啊，就对方要开始发起进攻的一瞬间，搂抱住了，利用规则将对方的这个进攻气焰给完全给压。死神方便的实力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尽管年龄很大了，已经37岁了，但方便依然能稳稳地控制住比赛节奏。然而年仅22岁的于建宏也不是什么善茬，年纪轻轻能成为蔡李佛拳唯一继承者也算是不容易。面对眼前这位久经沙场的死神方便，于建宏打得非常冷静，一点都不畏惧。做出来了。后手重拳，但是对方就用位移给躲开了，正蹬腿，正蹬了，摆拳，再来箍紧膝撞，感觉方便老师的这个顶膝稍微少一点。这是一些散打里面的鞭腿、侧踹、劈腿这些动作，他的这个膝法其实用的比较少，但是他的身高是天然的优势啊，这对方的这个控制距离要控制的非常的好，才能打得到他。后手拳又来了。对，这个后手拳真的很不错。哎呀，继续。摆拳打到这近距离内围的对拼的话，在死角里面甩过来的摆拳啊，方便可是擂台上的老油条，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，什么样的阿猫阿狗没见过？就算6年没有打过比赛，但方便是一位非常自律的搏击勇士，每天早上都坚持锻炼身体和教徒弟们真功夫，一边要经营武馆，一边也要照顾老婆孩子。其实死神方便也不容易，先是打到啊。下潜的肌腹，对方也是感觉到了对方有这个动作，马上给拉开。再来。哎呀，直接打这个前手摆拳。我感觉方便在这第3回合还没有出一次侧踹啊，高扫。感觉，转身后蹬有效果，这个距离把控的很好。哇，这直接打了之后摔倒在地了，把你的重心给破坏了，你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好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啊，越来越有感觉了，但是要提腿侧踹，但是又收了回来，绝对不出无意义的动作。对啊，比赛结束了，总共3个回合，方便用1回合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，然后再用另外1个回合的时间寻找于建宏的漏洞与缺点，最后1回合的方便火力全开，瞬间压制住了于建宏，最终大获全胜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死神方便打几分？视频到这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